药师哥，出大事了！秦琼、秦校尉带100弟兄们去黑风岗剿乱民，被上千人围在山头上了。中军帐声调异世，那帮校尉一个个缩着脖子，跟鹌鹑似的，没人敢去救。三面陡坡，只有正门通路，硬冲就是填人命。哥，你疯了？那可是上千人！再说你就是个普通部族，连个队正部是中军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去了轻则挨军棍，重则砍头啊！秦叔宝是张苏婆帐下唯一能打的悍将，折在乌合之众手里，雁门关就守不住了。守不住关，我们都得死。黑风岗地势险要，乱民据险死守，谁敢领兵救援？足无礼敬，愿往。大胆！军帐重地，岂容你一个小兵放肆？哪里来的毛头小子？一个步兵也敢妄谈领兵？怕不是想军功想疯了？你一个部族，无品无衔，凭什么敢说能救秦校尉？军中无戏言，若是大话，立斩不赦。黑风岗西侧是断崖，乱民都是临时凑起来的百姓，没打过仗，只会重兵把守正面大路。断崖一侧必然只放2、3个岗哨，我只需20名精锐，攀崖绕至山后，烧起粮草，摇旗造势，敌军不知虚实，必然大乱。届时秦校尉从正面突围，内外夹击，围可力解。断崖那地方连山羊都站不住，人怎么爬？我看你就是想借机临阵脱逃，顺便害了秦校尉。崖壁上有藤和岩缝，受过训练的士兵能爬上去。王校尉若是不信，可敢与我打赌？我若救不出秦校尉，甘愿受军法处置；我若成了，王校尉便把你帐下20把好钢刀拿弟兄们，如何？好，本将给你20名亲兵，今夜子时出发。若是败了，提头来见；若是胜了，记大功一次。是。哥，20人对上上千人，这真不是送死吗？咱们现在收拾东西跑还来得及不？我知道后山有条小路。乌合之众，不懂兵法，人再多也没用。去把你藏在伙房内半罐火油拿上，再找10几面铜锅，今晚用得上。谁在里面？出来！老大，没人吧？估计是山猫耗子。这破断崖，除了鸟，没人能上来。妈的，半夜巡山真晦气！走，去前面看看，别让跑了人。我的娘哎，差点就交代在这儿了。药师哥，你咋知道他们不会仔细搜？他们觉得断崖上不来，自然不会认真搜。别歇着，按计划行事。4人一队，分东南西北4个方向，摸到粮草堆就点火，点完就敲铜锣喊。敌军主力杀进来了，动静闹得越大越好，不许恋战。点完就往崖边撤，在老地方汇合。杀！杀！投降不杀！弟兄们，援军到了，跟我出去！躲我身后。你们头领已被擒，还不束手就擒？哈哈哈哈！好兄弟，好身手！我秦琼这条命，今天算是你救下的。分内之事，秦校尉严重了，换做任何一个随军弟兄都会出手的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就您敢带20人闯商山，这份胆识就没人比得上。走，回营我请你喝酒。哥，咱们赢了，真赢了！
20人打散上千人，说出去都没人信，回去我能吹半年。李靖，你擅自更改作战部署，私自带兵攀崖，可治罪。明明打了胜仗，怎么还要罚礼了？将军，李靖兄弟献计破敌，又击溃了上千乱民，功远大于过。末将愿以自身所有军功为他作保，还请将军从轻发落。秦校尉，军规就是军规，不能因为有功就破了规矩。今天他能私自带兵，明天就能擅自开营，长此以往，军纪何在？王校尉说得对，军规不可废。不过末造这里有一份大礼，想以此抵过，不知将军愿不愿看？将军，这是末将在黑风岭山谷中发现的铁矿石，品位极高。山谷之中藏着一条完整的矿脉，若能开矿炼铁，打造精良兵器，我雁门关守军战力至少能提升3成。好一个矿脉！李靖，你现矿有功，功过相抵，罚账20就免了，记功1次。即日起拨到秦校尉帐下听用，监管矿山探查之事。谢将军。哥，你这捣鼓一上午了，这石头到底是啥宝贝啊？能换多少馒头？这是高品位铁矿树，里面的铁含量极高。黑风港的山谷里藏着一条完整铁矿脉，而且看矿相，应该是铁铜共生矿。铁铜共生啥意思？就是又有铁又有铜，那玩意儿能当饭吃？能当饭吃，但能造兵器，能造农具，能铸钱。如今军中的兵刃粗劣不堪，上阵砍不了几下就崩口卷刃。若是有好铁矿炼出金刚，就能造出真正的精兵利器。有了精良兵器，剿匪平叛就能少死很多弟兄。一个小兵不好好练兵，整天捣鼓这些旁门左道的东西，难怪一辈子没出息。我看你就是想私藏矿石，偷偷出去卖钱。王校尉，军中公务，校尉也不能随意动吧？何况这是要献给将军的矿样，王校尉拿了，怕是不合适。别以为救了秦囚，献赛块破石头就能飞上枝头。这军营里还轮不到你一个小兵撒野，咱们走着瞧。什么人啊，分明就是嫉妒我们立了功，这家伙肯定没安好心。要是哥，你可得小心点儿。送去洛阳王世充处，许诺是若是王世充拿下雁门关，这条矿脉就当他的近身之礼。末将遵命。主将有令，命你部10日内修缮后山营寨，不得有误。这摆明了是刁难人。那后山营寨都荒废5、6年了，墙都塌了大半，10个人3天怎么可能修得完？肯定是那小人在主将面前进了谗言。哥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急啊？3天修完可是要挨40军棍的，那可是40军棍，能把人打残废。急什么？后山营寨离黑风岭山谷近，正好顺路去探矿脉。修缮营寨是假，探查矿脉是真。这差事对我们来说，反而是求之不得的好事。对啊，咱们正好借着修营寨的由头进山找矿。王踹这小子简直是给咱们送机会啊！他要是知道了，非得气吐血不可。王奎是主将的远房表弟，向来跋扈，心胸又狭隘，这次摆明了是故意整你。要不我去跟主将说说，给你多调点人手，再宽限几天。不必了，秦校尉，正好借这个机会进山，把矿脉的具体位置和规模探清楚。修缮营寨的事我自有分寸，不会逾期。王奎越是想整我，我就越要把事做好，让他无话可说。若是有难处，随时开口，我帐下的人随时都能调过来帮忙。官府的狗东西，滚出去！这山是老子的地盘，敢往前一步，老子打断你们的腿！完了，真遇上山贼了！咱们就10个人，还都是弓背相的兵器都没有，打不过啊！哥，要不咱们撤吧？失敬。各位好汉，我们是随取工兵，来后山修缮废弃营寨，无意冒犯各位，借道而行，绝不打扰各位的生计，还请行个方便。方便？老子的山凭什么给你们行方便？
官府的人没一个好东西，今天就让你们知道知道厉害！你不是山贼，你是铁匠，而且是手艺极好的铁匠。你在哪儿啊？娘让你回去吃饭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冲我来！别吓着孩子！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！大不了老子跟你同归于尽！这位大哥，我们真的没有恶意，更不是来抓人的。方才多有冒犯，还请见谅。我们只是来后山修营寨，无意打扰各位的生活。我叫张掖，以前是官府的工匠，隋末战乱，官府抓我们这些工匠造兵器，日夜不休，累死了好多弟兄。我带着家人和几个徒弟逃出来，躲进山里，靠给附近村民打农具为生。之前有好几波官府的人进山抓工匠，我们没办法，才装成山贼，想把官府的人吓走。我不想再造杀人的兵器了，只想安安稳稳过日子，把孩子养大。原来是这样，是我们唐突了。爹，我娘说饭快凉了。你们赶紧走吧，别在这里待着，就当没来过。别跟官府说我们在这里。张先生，我能看看你的热住房吗？我对验铸之术很感兴趣，想请教一二。行吧，跟我来，别乱碰东西。张先生的业铸之术堪称宗师级别，这淬火的火候还有锻打的次数都恰到好处。军中最好的工匠也未必有这个手艺。宗师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躲在山里当山贼？官府的人都一个样，嘴上说好听，到头来还不是抓我们去当苦力，没日没夜的造兵器，死了就扔去乱葬岗。张先生，我请你出山，不是让你当苦力，是想请你主持驻兵，造出精良兵令，早日平定战乱，让天下百姓都能安稳过日子，再也不用躲躲藏藏。里面的山贼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速速出来受降，否则格杀勿论！山贼匪首，当场格杀！住手！李靖，你竟敢私通山贼，窝藏匪类，还敢阻拦官兵补刀，我看你这次怎么解释！跟我回去见主将，听候发落。他不是山贼，是野柱匠人。王校尉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杀人，是何道理？还是说王校尉故意杀良冒功，想借机除掉我？放屁！我说他是山贼，他就是山贼！给我上，把他们一起拿下！反抗者就地正法！我看谁敢动！王校尉，李靖是我帐下的人，这山谷里的匠人也是我请来的客人，你不经我同意就要拿人，是不是太不把我秦琼放在眼里了？还是说王校尉觉得你比我说话管用？咱们走着瞧！这石头你从哪儿找来的？这是铁铜共生矿，品位这么高。就在这山谷里，整条山谷都有矿脉，规模极大。张先生，有这样的矿脉，再加上你的手艺，我们能造出最好的兵器，早日结束这乱世。我可以跟你出山，但我有3个条件，少一个都不行。这不是普通的小矿脉，是整条山都藏着矿，铁铜共生，不仅能炼出上等生铁，还能炼出精铜，品位之高，
我在燕筑间待了20年，都从没见过这么好的矿脉。真的假的？那是不是能造好多兵器？咱们全军都能换上新刀，到时候是不是就能天天吃肉了？就知道吃，说的容易，开矿要人手，要木炭，要修夜炉，要建粉碎坊，还要懂技艺的工匠。就军中那群废物工匠，炼出来的铁跟豆腐搭似的，再好的矿也白瞎，最后全糟蹋了。所以才要请先生主持全局。矿上的野贮之事，全凭先生做主，军中绝不插手。我们只出人手、粮草和钱财，先生要什么，我们就给什么，一切按先生的规矩来。我昨天说的3个条件，你可都记着。第一，矿上的严筑规矩全听我的，任何人不许瞎指挥，哪怕是主将来了也不行。第二，不许抓普通工匠当壮丁，人手要自愿来，工钱给足。第三，将来太平了，你得放我回山里，不许强留我在官府当差。都依先生，李靖以性命担保，绝不食言。李兄弟，秦校尉让你赶紧回营。主将下令，所有工兵立刻调回城中修缮城墙，即日起不准再进山，违令者军法处置。什么？凭什么？李兄弟，王校尉跟主将说你私开矿山，勾结匠人，意图不轨，主敬信了大半，你回去可小心。将军，如今乱民四起，周边匪患不断，军中兵器粗劣，上阵折损极大。若是能开此矿脉，炼金刚造利器，剿匪平串，事干功倍，长远来看，远比重修城墙有用。城墙再厚，没有精兵强将也守不住。一派胡言！如今窦建德部众虎视眈眈，随时可能打过来。一个小兵懂什么军国大事？不修城墙，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？我看你就是想借机把持矿脉，中饱私囊，图谋不轨。王校尉说话要讲证据，无凭无据就污蔑同僚，这就是王校尉的为官之道。你末将有一言，请主敬定夺。将军，李靖所言非虚，山中矿脉品质极佳，又有野筑宗师主持，若能铸成精兵利器，我军战力必能大增。末将愿以性命担保，开矿之事绝无差错，李靖也绝无不轨之心。将军，这是山中匠人打造的短刀，臣请当场一试。报！窦建德部将周仲率兵3000，直奔雁门关而来，离城已不足50里。前锋骑兵一个神就能到城下。诸位有何退敌之策？速速到来！将军，敌军远来疲惫，又不知城中虚实，我们可趁夜结营，错其锋芒，打乱他们的部署。只需500精兵，配上新打兵刃，必能破敌。荒唐！500人去劫3000人的营，简直是送命！我看就是想借机会临阵脱逃。将军万万不可听他的。王校尉若是怕了，大可留在城中守城。末将愿与李靖一同前往，立军令状，不胜提头来见。秦校尉，你好，李靖，我给你500精兵，今夜出城劫营，若是能退敌，开矿驻兵之事，我全力支持，升你为对正。若是败了，军法重施，绝不姑息。末将领命。此刀将随我们一同破敌。好刀，哥，500对3000，真的能行吗？俺还没娶媳妇儿呢，俺娘还等着俺回去传宗接代呢。有新兵器，怕什么？我本来就没打算真的和他们硬碰硬。劫营劫的是军心，不是人头。不好，消息泄露了，营中有内鬼，咱们赶紧撤吧，晚了就被包围了。泄露了正好，我本来就没打算真劫营。他既然等着我们去正面送死，我们就偏不遂他的意。不劫营，那我们来干什么？总不能站在这里吹冷风吧？就是啊，哥。他既然提前得到消息，布好了口袋等我们钻，肯定把主力都放在了正面营门，后方的粮草营防守必然空虚。我们兵分2路，一路在正面造势，假装大军压境；一路绕去后方烧了他们的粮草。他想引我们进去，我们就给他造个大军包围的假象，让他自己先乱起来。记住，
只造势不冲锋，等粮草起火，敌军必乱，我们再从侧翼冲杀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怎么回事？哪里来的这么多随军？不对呀，雁门关就1000守兵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？难道是援军到了？报将军，不好了，后营粮草被烧了！撤退！全军出击！果然是王储，这家伙为了整你，居然通敌叛国，简直是军中败类。只有一块令牌，算不得实据。他是主将的远亲，没有确凿证据，告不动他。先留着，迟早有用。这个王奎简直是胆大包天，为了一己私炫，居然通敌叛国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是要灭九族的大罪。不行，我明天去找主将，把证据摆出来，非要治他的罪不可。秦校尉，稍安勿躁。只有一块令牌，还是在敌军传令兵身上搜到的。王奎完全可以抵赖，说是令牌丢了，被敌军捡去了。他是主将的表弟，主将必然会偏袒他，到时候打草惊蛇反而不好。那怎么办？就这么放过他？这家伙差点害死我们所有人。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当务之急是先把矿开起来，把兵甲练成。等我们有了自己的精兵利器，站稳了根，他再耍花样也没用。他要是安分守己便罢，要是再敢捣乱，新账旧账一起算。脑子比矿石还硬，教了3遍都学不会，不如回家种地去。你去矿上找机会给我弄塌矿洞，最好死几个人，我就不信出了人命，矿还能开下去。是。不好了，洞塌了！站了！快救人！不对，这不是自然坍塌，这里的岩层很稳，我选的路线绝对安全，而且支撑木桩都是按我的要求打的，不可能塌。李靖，你不懂采矿就别瞎指挥。现在弄塌了矿洞，伤了士兵，你就是草菅人命！立刻上报主将，就说李靖私开矿山，酿成事故，死伤士兵。本校尉下令，即刻关停矿场，所有人撤回城中，听候处置。明明是有人故意口坏，凭什么关矿场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是校尉。再敢多嘴，连你一起治罪！给我拿下！我什么都没干。说，是谁指使你们干的？不说是吧？行啊，那就按军法处置，破坏军需、蓄意伤人，直接砍头。正好，砍了你们扔去山里喂狼，省得浪费粮食。是王校尉，是王校尉让我们干的，他给了我们每人5两银子，让我们撬松支撑木桩，制造坍塌事故。
最好砸死几个人，这样就能关停矿场了。一派胡言！分明是你们两个偷懒弄坏了支撑，怕被治罪，就想污蔑本官。你们有什么证据？银子就是证据，撬棍就是证据。这银子是军饷的官银，上面有印记，一查就知道是从你账里出来的。按军规，破坏军需、蓄意伤人，杖责20，逐出军营。至于背后主使，我会如实上报主将，请主将定夺。活该！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来捣乱。行啊，小子，比我想的有脑子。我还以为你是个只会读书的书呆子，没想到还懂敲山震虎这一套，跟先生学的。做野猪要懂火候，做人做事也一样。主公，这是黑风岗矿脉的地图，末将还有办法毁掉李靖的驻兵计划。好！不行，矿里含铜量太高，直接裂铁质地太脆，韧性不够，做不了刀刃，砍两下就得断。铜多了不好吗？铜也挺值钱的，不能混在一起用吗？混在一起不是又硬又结实？你懂个屁！铜铁混在一起打刀，就像面里掺沙子，看着成型了，一用就碎，脆得跟瓦片似的。你上战场想用这种一碰就断的刀，怕是敌人没死，你先死了。既然是铁铜共生，那就先分炼，先把铜提炼出来，再用提炼后的铁矿炼铁。炼出来的铜也不浪费，可以做弩机、铠甲配件，还能铸钱，正好用得上。你还懂分炼之术？早年在家看过前朝的《夜珠要录》，懂些皮毛，具体记忆还要靠先生。我记得书上说，分炼关在炉温，铜的熔点比铁低，控制好温度，先融化的就是铜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道理？算你有点见识。哎，咱们可以在刀刃上加铜纹，既能增加刀刃的韧性，还能做标识，好看又实用。好刀，比我现在用的佩刀好10倍都不止。上阵杀敌有这样的兵器，战力至少能提3成。这铜纹一加，韧性果然好了不少，刚中带柔，太妙了。我的天，这也太锋利了！要是咱们全军都配上这种刀，以后打仗岂不是所向披靡？看谁还敢来犯我雁门关！这种刀打造工序复杂，耗时耗料，全军配备不可能，至少短期内不行。先打造100把，从军中选100名精锐士卒，组一支突击小队，专门负责冲阵破敌、袭营斩将，作为军中尖刀。这个主意好，就叫陌刀队如何？取至阳至刚，破阵斩将之意，听着就有气势。好，就叫陌刀队。秦校尉，陌刀队的训练还要劳烦你主持。李靖，我奉主将之命，收缴矿所造兵器，全部入库，由中军统一调配。所有新造的兵器，还有野铸图纸，都交出来吧！凭什么？这是我们辛辛苦苦造出来的，凭什么说收就收？主将根本不可能下这种命令，是你假传军令。主将手令在此，你敢质疑？我看你是想造反！来人，给我搜！所有兵器全部带走，反抗者以谋逆论处。秦王令到，所有人听旨。秦王令，照李靖、秦琼所部，即刻启程前往太原听用。黑风矿场日驻工坊及所有工匠、器具、矿石，全数随行前往太原，由秦王指鼓，任何人不得阻拦。违令者，以抗命论处。
秦王远在太原，怎么会管这山沟里的事儿？将军，那真是秦王的金令牌，假不了。真抗命，咱们脑袋都保不住。好，秦王殿下居然知道咱们这点人马，真是意外之喜。哥，咱们这算不算是熬出头了？去了太原，总不用再受王航这小人的气了吧？殿下让你主持军器监，这可是天大的信任。看你这样子是要去太原当官了，我就不去了，山里自在。官府里规矩多，今天这个查，明天那个问，打个铁都不痛快。太原府库有前朝留存的100斤金刚料，官营野方100余工匠，矿石粮草管够。在这里，我们最多护一座关。到了太原，能造10万精兵利器，早一天平定乱世，你就能早一天回山里养老。老子走一趟，但丑话说在前头，野猪的规矩全听我的，哪怕是秦王来了，也不能瞎指挥。都依先生。李参军，谷口有伏兵约300人，是王世充的旗号，领兵的正是王过。这叛徒还敢来！要是我带一队人正面冲上去，先撕开谷口。不必硬冲，他占着高地，就是吃准我们带着家眷辎重跑不快。正好新铸的陌刀还没见血，给他开刃，分开。李靖，你也有今天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放箭！哥，咱们真往后退啊！等他冲下来，冲上去！杀！不好，中计了！撤！我的天，这就是太原，也太大了，比雁门关大好几圈。进了城，规矩就多了。告诉弟兄们，严守军纪，别给秦王殿下添麻烦。李参军、秦校尉，秦王殿下已在大营教场设下仪仗，亲自等候2位。好，走，咱们别让殿下久等。李兄弟，终于等到你了。李靖见过秦王，药师之名我早有耳闻，以500之众破3000敌军，又寻得粮矿，铸出精兵利亲，是少年英才。有你校助，大唐如虎添翼。殿下谬赞，竟不过是略通皮毛，定当竭尽全力，不负殿下所托。就是你小子造的宝刀，快给俺老成试试，看看是不是真有传说中那么厉害，别是徒有虚名啊！好刀，真他娘的好刀，比俺的宣花斧还趁手。怎么都是这种劣质铁矿打造的兵器？李参军，好铁矿太少了，如今四处征战，铁矿稀缺，能有铁用就不错了。很多兵器都是回收旧铁重铸的，质量自然好不了，实在是没办法。要是这种劣质铁矿能炼出金刚吗？要是能的话，可就解决了咱们的大难题。可以试试改良灌钢法，说不定能化腐朽为神奇，用劣铁炼出金刚。这铁矿品味也太差，杂质比铁还多，炼出来的甜跟豆腐渣的似的，怎么可能炼出金刚？这不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？
张先生，你看这里，书上记载，前朝有灌钢之法，以生铁灌入熟铁之中，生体碳高，熟铁碳低，融合之后可得金刚。我们改良工艺，用裂铁分别炼出生铁与熟铁，再反复灌钢提纯，应该能得到品质不错的金刚。我以前也琢磨过这法子，就是前朝灌钢法太粗糙，钢质不稳定，没人敢大规模用。你敢担风险，我就敢干，大不了失败几次，总能成的。两人说干就干，立刻开始调整液炉结构，配比原料，摸索炉温和淬炼时间。再这么下去，铁没炼出来，人先垮了。真是的，当官了还这么拼命。3天后，第一炉灌钢出炉，钢水成型。张烨迫不及待地拿锤子一敲，咔嚓一声，钢坯直接裂成了2半，脆得像块玻璃。张爷盯着裂开的钢坯，半天没说话，脸上满是挫败。他干了一辈子野猪，还从来没这么受挫过。失败了，火候还是不对，比例也有问题，杂质没排干净，钢太脆了。没事儿，第一次失败很正常，至少我们知道这个比例不行。调整生铁占比，放慢升温速度，再试一次。是石灰粉掺进铁矿里，炼出来的钢必然淬炼。我说怎么次次配方火候都对，结果却次次偏差。哪个挨千刀的干的？敢在老子的工坊里耍阴招，被我抓到非打断他的腿不可！不行，邪门了！明明都调整好了，怎么还是不行？要不就算了吧。别白费力气了，不能算了。越是有人想让我们失败，我们就越要成功。你看这几块钢的端面，杂质分布不均，明显是人为掺了东西。内鬼就在工坊里。失败怕啥？失败了就接着试。俺去跟秦王说，铁矿管够，钱也管够，我就不信裂不出好钢。你们尽管试，出了事儿俺老程担着。谁再敢乱嚼舌根，俺拧掉他的脑袋！行，那就接着试。我就不信了，我张牙一辈子打铁，还搞不定这点破铁矿。说吧，是谁派你来的？为什么要破坏驻兵？还嘴硬！再不说，现在就砍了你扔去喂狗！是王奎王偏将让我干的，他投奔了王世充，让我潜伏在军器舰，想办法拖延驻兵进度。他说等王世充打下太原，就给我大官做。王区还说他在城里还有同伙，让我听他们的指挥。具体是谁，我也不知道，都是单线联系。王奎这阴魂不散的小人，都跑了还不安生！冷静。成了，真成了！改良灌钢法大获成功，炼出的金刚硬度韧性俱佳，远超军中现有钢材，成本却比百炼钢低得多，适合大规模生产。重赏李靖和张掖。军器舰开足马力，批量炼制金刚，先用这批金刚打造100把横刀，正式组建陌刀队。放出消息，说灌钢法失败了，炼出来的钢根本不能用，麻痹王世充和突厥。遵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就说唐军不过如此，李靖徒有虚名罢了。周仲征军备战，末将领命。
半个月后，100刀金刚横刀全部打造完成，刀身笔直，刃口锋利，每把刀身上都有一道细密的铜纹作为标识，入手沉实，品质极佳。李靖下令从全军选拔陌刀队员，要求身强体健，身手矫健，有实战经验，还要通过3项考核：力量、速度、刀法。消息一出，全军士兵争相报名，都以能进陌刀队为荣。选拔当天，教场上人山人海，士兵们各显神通，比试力气，比试刀法，热闹非凡。赵小六也报了名，前面2项都勉强过关，到了刀法考核的时候，差点被刷下来。最后还是李靖看他忠心耿耿，又机灵，反应快，才特批他进了陌刀队。赵小六乐得不行，逢人就说自己是陌刀队的，尾巴都快翘上天了。秦琼负责训练陌刀队的战阵与搏杀技巧，训练极其严格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操练刀法、阵型、体能，一项接着一项，练的士兵们叫苦不迭。赵小六每天练得浑身酸痛，晚上回到帐篷倒头就睡，连饭都不想吃。这也太累了，比搬矿石还累。早知道这么苦，我就不进来了。正好被李靖听见，李靖也没骂他。羊刀队是军中尖刀，上阵冲在最前面，平时多流汗，战士才能少流血。你要是受不了，可以现在就退出，没人逼你。厉害是厉害，就是不知道实战行不行，光练花架子可没用。报！王世充部将周仲率兵3000袭扰我边界，连破2城，正往太原方向而来。殿下，陈元帅陌刀队出战，挫其锋芒。准，务必多加小心。哥，就咱们100多人，守得住吗？这城墙纸糊的似的，一推就倒。守不住也要守，而且我没打算守城。怕什么？当年雁门关500人都敢结营，现在有100把金刚刀，还怕打不过？敌军连胜2场，必然轻敌。我们先示弱，让他觉得我们不堪一击，诱他全力攻城。等他攻城正酣，阵型散乱，陌刀队从侧翼密令冲出，直捣中军。擒贼擒王，城中守军同时出城夹击，3000人不过是乌合之众。哼哼，就这么点人也敢守城，简直螳臂当车！给我冲！今日破城，劫掠3日，财物女子尽归尔等。李靖不过是个小人物，根本不堪一击。等破了城，我定要抓他碎尸万段！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的部队？兵器怎么这么厉害？快拦住他们！你这个叛徒，往哪儿跑？哈哈，抓到你了！看你还往哪儿跑！我是被胁迫的，我说我是被胁迫的。安插内鬼，破坏驻兵，通敌泄密，害死士兵，勾结敌军劫掠县城，也是被胁迫的。将军，我招。重赏陌刀队，升李靖为秦王府参军，专门负责督造兵器，训练精锐，军器间大小事务全由他做主。行啊，小子，这么快就当官了，以后可别忘了，这钢还是老子帮你练出来的，自然忘不了先生的功劳。没有先生，就没有灌钢法，也没有陌刀队。以后打仗一定要带上陌刀队，太痛快了。
要是仗打赢了，怎么还愁眉苦脸的？王世充只是借险之单，突厥才是心腹大患。突厥骑兵来去如风，屡次南下劫掠，百姓苦不堪言。陌刀队是步兵，对付步兵尚可，对付骑兵就力不从心了。若是有一支重甲骑兵，人马皆披重甲，就能正面冲垮突厥骑阵。陌刀队是矛，专司突击；众将骑兵就是盾，能攻能守。有矛有盾，才能北抗突厥，南向群雄。想法是好，就是太迷放了。一副重甲耗铁数百斤，1000人队伍就要几十万斤铁，如今国库空虚，怕是拿不出来。而且众将笨重，突厥骑兵灵活，绕着打怎么办？突厥骑兵灵活，绕着打怎么办？重甲骑兵绝不能让唐军建成这支队伍。记得。这怎么治？皮铁合制，行，你这思路行。胸甲背甲用双层金刚护住要害，肩甲、裙甲、腿甲用薄铁片叠带在皮上，减重减防护，总重控制在50斤以内，配上战马完全跑得动。马开也这么干，只护马头、马颈、马胸，两侧又厚牛皮，既防冲锋又不耽误跑。你看，此处若改为弧形，受力会更均匀。没错，而且这里的皮索固定点需要加强。孙德那家伙故意找茬，金刚扣着不给，全给些破熟铁，这铠甲怎么造？明摆着故意拖后腿。先生稍安勿躁，他不给，我们就自己想办法。先用地道的熟铁打样品，工艺定型了再说。他越是阻拦，越说明我们这条道走对了。众将军都说说，这突厥该如何应对？组建重甲骑兵。太糜费了，一副重甲耗铁数百斤，有这些铁能造几千把横刀。如今四处征战，国库空虚，绝不能这么糟蹋钱粮。突厥骑兵灵活运捷，重甲骑兵奔住，追不上跑不动，就是活靶子。前朝也见过重甲骑兵，根本不好用。末将也觉得不妥，突厥擅长骑射，重甲挡得住刀，也挡不住箭射甲片缝隙，白白耗费钱粮，得不偿失。怎么没用？当年北周的重甲骑兵冲阵，谁挡得住？俺老程就觉得好，真要是有了重甲骑兵，冲着手谁能拦得住？你们就是胆小，舍不得花钱。要是你有把握，重甲骑兵真能对付突厥，臣愿立军令状，半年内重甲骑兵成军。若是不能破突厥骑阵，臣愿受军法处置。这支骑兵，臣想命名为玄甲军，黑甲如墨，所向披靡。准。我给你人力物力，给你半年时间。半年之后，我要看到一支能征善战的玄甲军。孙德，军器件材料优先供应玄甲军，谁敢掣肘，军法处置。要是军中藏着突厥细作，职位不低，你组建玄甲军事关重大，务必多加小心。人手物料我给你最大权限，有事直接向我禀报。不行，太重了，全套70多斤，人穿了都费劲，再加马铠，战马驮不动，跑不了多远就累垮了。上战场没等冲锋，马先累倒了。按以前说的改结构，肩甲、裙甲、腿甲全换成皮铁混合，薄钢片叠压在牛皮上，不用整块钢板。胸甲、背甲保留双层金刚，护住心脉脏腑就行。头盔改成圆顶护颈，正好防突厥弯刀劈脖颈。圆弧顶还能划开箭矢。你这脑子怎么长的？比我们打了一辈子铁的还懂甲胄。改完至少减20斤，防护力掉不了多少。看什么看？甲方重地，闲杂人等滚远点！哈哈，这新甲就是合身。哦，哎呦，这甲
太重了。程将军，我都说了，这是骑兵铠甲，得配马穿。你步战当然沉，普通人都穿不动，更别说你这么大块头，重心都不稳。这是地太滑，不是铠甲的事儿。等俺骑上马，肯定威风。启禀将军，铠甲穿着稳，重心合适，不影响动作，比普通铠甲还顺手。将军，请。哈哈哈！好一副玄甲，就按这个制式批量打造。张掖，你立了大功，立刻开足马力，日夜赶工打造玄甲。放火！放火！肯定是有人故意放火，老子半个月的心血全没了！别乱了阵脚，先把纵火者找出来。是军中火油，普通人家根本没有。对方目标很明确，只烧玄甲和金刚，不抢东西，就是要拖延玄甲的组建。会不会又是王世充的人？王世充在洛阳被牵制，自顾不暇，没精力千里迢迢来太原放火。能拿到军中火油，还清楚甲方部署和职业情况，必然是军中的人，职位还不低。最不希望我们有重甲骑兵的是突厥。李参军，都是末将失职，没做好安防。末将已经下令全城搜查，一定把纵火犯抓出来。依末将看，说不定是王世才干的。孙先生不必自责。对方处心积虑，防不胜防。不知昨夜甲坊当值的守卫是谁安排的？是末将安排的亲兵。他们说听见动静赶过去时，火已烧起来了，歹人早跑了。末将已经罚了他们军棍。先回去吧。他嫌疑最大，提议建玄甲军，他第一个反对。甲方失火，他恰好安排守卫，还故意往王世充身上引。太巧了，但没有证据。动不了他，反而会打草惊蛇，那怎么办？将计就计。他想让我们慢下来，我们就假装被打乱了阵脚，放慢进度麻痹他，再放个诱饵，引他再出手，抓个人赃并获。我们就在此处设伏。看这里。这条路两边都是树林，是去武库的必经之路，最适合埋伏。我们就在这里设伏，等细节带人来劫。好主意，钓鱼，把他们钓出来，人赃并获，看孙德还怎么狡辩。哼，这次由你带队。哦，烧了铠甲，有刺客！不好，中计了！完了！包围起来，都给我绑起来！住口！他要服毒自尽！想自杀？没门儿！乖乖招供，还能留你条全尸。你不用说也没关系，我们已经知道内应是孙德，他都招了，把所有事儿推在你们身上，说是你们逼他的。
反正你们都是弃子，死了也白死。放屁！明明是他主动联系我们的。他说他是北齐后人，想借我们的力量复国。是他给我们递的消息，让我们来劫铠甲的。走，去抓孙德。这家伙跑的倒是快，跑不了。他在城里待不下去，必然往北逃去投奔突厥。传令沿途关卡严查，各处要道设伏，他跑不远。我确实是北齐后人，潜伏在唐军里10几年，一直暗中给突厥传递消息，想借突厥的力量复国。甲方纵火劫铠甲，都是我策划的。好一支玄甲军，有此强军，天下何愁不定？以后打仗，玄甲军冲第一个。你只会瞎冲，坏阵型。元帅，末将请战，定将这厮斩于马下。元帅，敌军虽消，然其阵已乱，正好让玄甲军试试锋芒。战鼓雷响，号角长鸣。玄甲军分成左右两队，从两侧包抄冲锋，马蹄声震得大地都在颤抖。全军突进，勿让一人漏网。黑色的甲胄在阳光下泛着冷光，如同两道黑色的剑，瞬间扎进敌军骑兵阵中。王世充的骑兵是他的精锐江淮锐气，向来骄横，根本没把唐军骑兵放在眼，举着马槊就迎了上来。可当双方兵器相撞的瞬间，他们自己的刀砍在玄甲上，只留下一道白痕，根本砍不透，而玄甲军就能轻易刺穿他们的铠甲。玄甲军阵型严密，进退有序，如同黑色的洪流。秦琼一马当先，手持长枪，所向披靡，在敌军阵中来回冲杀，反复凿阵。敌军骑兵根本挡不住，阵型瞬间被冲得708，溃不成。挡我者死！不到1个时辰，敌军骑兵全线崩溃，死伤惨重。降者不杀，剩下的纷纷气馁投降。唐军大获全胜，玄甲军一战成名。萧氏，你这玄甲军造的太对了，俺打了这么多年仗，从来没打过这么痛快的仗。报！突厥趁我军主力南下，竭力可汗亲率上万骑兵直逼太原，太原守军不足，情况危急。太原是王爷根基，绝不能有失，必须立刻回师救援。洛阳马上就能攻破，现在兵前功尽弃，等王世充、窦建德联手，以后再打就难了。调师，你怎么看？王世充困守洛阳，粮草将尽，已是强弩之末，不足为惧。留大军围困即可，不用急着强攻。突厥才是心腹大患，必须尽快援。玄甲军速度快，战力强，臣愿带3000玄甲神火速回援，定能击退突厥。洛阳有殿下坐镇，万无一失。突厥虽多，却是乌合之众，各部心思不一，都是来劫掠的，不肯死战。而且他们以为我们主力在洛阳，根本想不到我们回援这么快，防备必然松懈。以玄甲军之锐，攻其不备，定能击溃突厥。好，李靖，你率3000玄甲军为先锋，日夜兼程回援太原，我率大军随后跟进，太原安危就托付给你了。城主，快到了。
哥，这也太快了，马都要跑废了，咱们就3000人，真能打过上人吗？打不过也得打，这是我们的家，不能让突厥人糟蹋。而且竭力绝对想不到我们来的这么快。突厥人真不少，看样子1万多，要是直接冲吗？先隐藏起来。竭力以为我们主力在洛阳，根本想不到我们来的这么快，防备已然松懈。他的王帐在中军最里面，守卫最严，也最容易成为目标。我们夜袭王帐，打他措手不及，不用全灭他们，只要打乱指挥，杀他威风，突厥大军就会不战自乱。擒贼先擒王，打蛇打7寸。准备冲锋，你们2翼包抄，我率中军冲锋。记住，不求杀敌多少，只求打乱阵型，震慑军心。打完就撤，不恋战。射！放火！全军突击！援军来了！没想到援军来得这么快，还以为太原守不住了，都准备以身殉城了。教师真乃大唐之福，有你镇守北疆，大唐无忧矣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国库空虚，民生挑发，我们需要时间休养生息，等将来国力强盛了，朕一定给你大军，彻底灭了突厥。臣明白。药师，你说太子和亲王最后谁能赢？天下终将属于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人。长安城里，一场改变大唐命运的政变正在悄然酝酿。武德9年，玄武武之变爆发，太子李建成、齐王李元吉伏诛，李世民被立为太子。不久后登基称帝，改元贞观，是为唐太宗。新皇登基，朝政未稳，消息传到突厥，竭力可汗觉得有机可乘，立刻亲率10万大军南下，一路势如破竹，打到了渭水便桥，离长安城仅40里。消息传到长安，朝野震动，人心惶惶。陛下，如今国库空虚，各道援军尚在路上，长安守军不足3万，10万突厥骑兵兵临城下，实在不宜硬拼。迁都襄阳，暂避锋芒，日后再图反击不迟。陛下，臣以为迁都之意并非不可取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绝不能迁都。突厥看似来势汹汹，实则后勤不济，各部人心不齐，都是来劫掠的，不肯死战。只要我们坚守城池，设疑兵震慑敌军，同时派兵袭扰后路，截断粮道，突厥坚持不了多久，必然退兵。若是迁都，人心就散了。关中是大唐根基，一旦放弃，再想夺回，难如登天。今日退一步，突厥就进一步，年年南下劫掠，永无宁日。李靖，你这是置陛下与江山社稷于不顾。闭嘴！朕亲征渭水，
万万不可啊！朕亲自去渭水会一会竭力可汗。大唐天子，10万铁弦兵临城下，你若识相，便割让河西之地，年年进贡金帛，我即刻退兵；否则今日便踏平长安。竭力，朕与你曾歃血为盟，约定互不侵犯。你背弃盟约，兴兵犯境，杀我边民，掠我财货，天理难容。朕今日亲来，便是问你，是要即刻退兵重修旧号，还是要与我大唐决一死战？可汗，唐军主力4道齐，我军孤军深入，粮草不济，真打起来未必能赢，不如先议和，拿了金帛退兵，日后做打算。大唐天子既有意修好，我突厥也不愿多造杀孽，只要大唐赐金帛万匹，开放边境互市，放回突厥俘虏，我便率大军北还，日后永不犯境。朕准了，今日便在便桥之上斩白马立盟，重定合约。若你再敢背盟，朕必亲率大军踏平你突厥王庭。药师，你心里清楚，这是城下之盟，是耻辱。朕今日退一步，他日突厥便会进一步。若非如今国库空虚，各道援军未及，朕绝不肯让他们安然北关。陛下是为大局，为长安百姓，如今隐忍一时，换得3年备战之机，未尝不是好事。突厥虽退，野心未死，迟早还会南下。朕也是这么想的。朕任命你为兵部尚书，兼检校中司令，即刻前往马邑整顿兵马，囤积粮草，训练士卒。给朕3年时间，3年之后，朕要一举扫平突厥，洗刷今日之耻。北疆经政书事全权托付给你，臣定不辱使命，不灭突厥，誓不还超。北疆安危系于你一身，万事小心。朝中朕给你做后盾。是。李尚书，急报！竭力虽大军北撤，却暗中扶持边境各部，囤积粮草、兵器，训练士兵，随时可能再次南下劫掠。果然不肯安分，传令下去，加快行程，即刻赶往马邑。贞观2年，北疆边境，李靖坐镇马邑，一边整军备战，一边大力发展野猪业。张野带着工匠们再次改良了灌钢法，产量比之前提高了1倍，金刚品质也更好了。他们还改良了磨刀，打造出长柄磨刀，刀长丈余，2面开刃，专门用来对付骑兵，一刀下去能连人带马砍断。程咬金拿着磨刀试了试，抡得虎虎生风，乐得合不拢嘴。这玩意儿好，比俺的宣花斧还带劲儿。以后对付突厥骑兵就用这个了，看他们还怎么嚣张。程将军，你先拿稳再说吧，别闪着腰。一把磨刀几10斤重，你抡不了几下就得累趴下。程咬金赵小六打，攻防里一片笑声。李靖还下令大量囤积粮草，在边境屯田，让士兵们闲时耕种，战时打仗，既解决了粮草问题，又稳定了边境百姓。磨刀队扩编到3000，玄甲军扩到8000，日夜操练，战法越来越纯熟。李靖还组建了专门的斥候队，深入突厥境内探查消息，对突厥的动向了如指掌。突厥遭了血灾，正是虚弱的时候。小师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们可以出兵了吧？还不是时候。竭力虽然遭灾，但主力尚在，各部也没彻底撕破脸。再等等，等他们内部乱起来，矛盾彻底爆发，我们再出手，才能一击致命。寒冬腊月，瘴年绕着炭火，依旧寒气逼人。李靖站在鱼图前，看着突厥各部的标记，手指在上面缓缓划过。这半年来，他派出去的使者成效显著。突厥的突利可汗本来就和竭力不和，两人争权夺利很久了。这次血灾，竭力又抢了他的粮草，新仇恨加在一起，突利早就心生反意。还有薛延陀、回纥等部落，也都对竭力不满，暗中联系大唐，愿意归附。
太好了，有秃利做内应，打竭力就容易多了，里应外合，定能一战功成。回去告诉秃利，归降大唐欢迎，但此事要保密，等大军出动再起兵响应，朝廷不会亏待他。药师，现在有内应又赶上雪灾，突厥虚弱，赶紧出兵吧，再等雪化了就没机会了。秃利可以用，但不能全信，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反竭力，不是真心归顺，不能把希望都放在内应身上。万一他临阵倒戈，我们就危险了。不过战机确实到了，传令各路兵马向马邑集结，做好出征准备，派人加急送奏表去长安，请陛下定夺出兵之事。可汗息怒，现在雪灾粮草不足，和秃利打起来两败俱伤，正好让唐军坐收渔利，不能上当。那你说怎么办？难道就这么放过这个叛徒？秃利这个叛徒，竟敢勾结大唐背叛我！我要灭了他的部落，把他碎尸万段！可汗，我们不如假装投降，派人去和李靖谈和，说愿意举国归附，入朝请罪，趁他们放松警惕，我们突袭定襄，打唐军一个措手不及。同时派人联络秃利，说之前都是误会，稳住他，等打退了唐军，再收拾他不迟。等我们抢了定听的粮草，渡过雪灾，再从长计议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好计，就这么办。你立刻出使唐营去见李靖，就说我愿意归降大唐，永世称臣，还愿意送王子入朝为质，态度要诚恳，别露出破绽。竭力可汗知道错了，愿意举国归附，永世为大唐藩属，还愿意送王子入朝为质，年年进贡。竭力骄横了一辈子，怎么可能轻易投降？这是诈降！他想借议和麻痹我们，趁机突袭定襄，还想拖延时间，等雪化了好跑路。你的意思是，趁他们以为我们答应议和，防备松懈，主动出击，直奔定仓，奔袭王帐？正是。竭力以为我们会信他的鬼话，必然放松警惕，主力都调去准备突袭定昌，王帐防守空虚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我们直接恩袭他的王帐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总管，这样会不会太冒险？我们若是主动出击，等于被蒙，朝廷那边会不会怪罪？而且奔袭定襄，孤军深入，万一有埋伏怎么办？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只要能灭了突厥，这点罪名我担着。此战若胜，北疆可保数十年太平；若是错过机会，将来再想灭突厥，难如登天。传令下去，人带20天干粮，马千烹连夜出发，路上遇突厥游骑全部俘虏，不准走漏一个消息。诸位，今日出征是为了大唐边境再无烽烟，是为了百姓再不受劫掠之苦。竭力犯我疆土，杀我百姓，辱我国家，渭水之耻，今日必雪。敢问诸我深入敌境，踏平王帐吗？敢！出发！报，定哥城外的突厥守军增加了，好像察觉到了什么，防备比之前严了不少。就算有防备又如何？竭力绝对想不到我们只有3000人，他只会以为我们是大部队，不敢轻举妄动。正好，我们给他演一出戏，每人多带一面旗帜，白天插在山上，夜里多点火把，分成小队来回走动，营造出大军压境的假象。他不是防备严吗？那就让他以为我们10几万大军到了，吓破他的胆儿。可汗，不好了！唐军10几万大军兵临城下了，满山遍野都是。什么？10几万唐军？怎么可能？他们不是答应议和了吗？李靖疯了，他敢背蒙进攻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！唐军主力怎么可能来得这么快？难道是疑兵之计？
行，定枪守不住了，传令下去，收拾东西，往铁山方向撤。传令下去，准备攻城。苏定方率先锋军冲进去，控制城门。我的天，杰利这老小子也太有钱了，这么多好东西都不要了，跑得也太急了吧！就剩下铁山了。不，这只是开始。我要的是彻底灭亡东突厥。泽利现在是惊弓之鸟，人心涣散，看似人多，实则不堪一击。如果现在停下给他喘息的机会，他收拢残部，联络其他部落，很快就会缓过来。兵贵神速，乘胜追击，必须一鼓作气，彻底打垮他。要是我就知道你不会止步于定格，我率部绕到刺口，堵住他的退路。你从正面追击，咱们前后夹击，让吉利插翅难飞。吉利又派使者来了，杰利可汗愿意真心投降，还要亲自去长安请罪，请唐军不要再打了。又是假降，杰利还真是不死心。传令下去，清理战场，安抚百姓。另外，让斥候立刻探查戒利的去向，他跑不远。要是唐敏去了铁山，我们要是出兵，他岂不是很危险？杰利要是狗急跳墙，肯定会杀了他泄愤。唐尚书是朝廷重臣，不能出事啊！只要能灭了突厥，牺牲一个唐密也值得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错过这个机会，不知道还要死多少士兵，多少百姓遭殃。唐尚书是朝廷命官，我会尽量保他周全。但相比整个北疆的太平，个人安危只能放在后面。这一仗必须打。传令下去，路上遇到突厥部落和游骑，全部俘虏，不准放跑一个，绝不能让消息传到铁山。我是真心归降，过几天就跟着入朝请罪。好。唐大人放心，我对大唐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。等过2天收拾好东西，就跟你去长安拜见大唐皇帝。哼！传令下去，准备冲锋，雾散那一刻经过。外面怎么回事？可汗，不好了，唐军杀过来了，已经到营门口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他们不是答应议和了吗？李靖怎么敢？李靖，你背信弃义！哥，咱们赢了，彻底赢了！突厥这下完了，以后边境再也不用打仗了。还没完，跑了竭力就不算彻底结束。传令下去，全力追击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李靖，你简直是胡闹！你差点害死我！唐尚书见谅，军情紧急，来不及细说。回头我亲自向陛下请罪，给唐尚书赔礼。等到了邙北，
我们重整旗鼓，来年再杀回来。这笔账，我迟早要跟李靖算。竭力，你无路可逃，还不速速下马受降？冲！给我冲出去！几番冲杀下来，突厥兵死伤惨重，剩下的也纷纷怯怯投降。李继占领了残口，俘虏了协力的家眷和大部分残兵。他和李靖会合后，两人一合计，决定派人继续追击，绝不能让协力逃掉。苏定方主动请缨，带着一队精锐骑兵，沿着协力逃跑的方向追了过去。协力在山里东躲西藏，身边的人越来越少，粮草也没了，狼狈不堪。他躲在一个山谷里，又饿又冷，再也没了往日可汗的威风。这天，他的亲兵出去找吃的，被唐军斥候发现了。苏定方立刻带人围了上去，轻轻松松就把协力升级。竭力可汗，你屡次犯我边境，杀我百姓，今日被擒，可有怨言？成王败寇，我无话可说，只恨我当初没听劝，小看了你李靖。东突厥灭亡的消息传遍天下，各部族震惊，纷纷遣使归降，故称李世民为天可汗。臣李靖，幸不辱命。东突厥已灭，北疆平定，特向陛下复命。李爱卿平身，爱卿一战灭突厥，洗刷了渭水之耻，为大唐立下不世之功。朕之大唐有爱卿在，何愁天下不定？封李靖为代国公，10亿3千户。李爱卿，此乃朕对你的封赏。好你个药师，立下这等大功，该当大唐第一战神。当年汉纣被困白登，至死都没能报仇，如今我儿灭了突厥，真是太好了。我没选错继承人啊！李靖身为行军总管，纵兵抢掠，军纪败坏，虽有大功，也不能抵收过错，请陛下严惩，以正军制。放屁！打仗的时候你们一个躲在后方，现在打赢了倒出来挑毛病了。士兵们出生入死，拿点战品怎么了？竭力的东西本来是抢我们大唐百姓的，拿回来是物归原主。这是有人嫉妒李靖的功劳，故意找事，但也知道功高盖主，确实需要敲打一下。臣治军不严，确有过错，请陛下责罚。李靖，你军纪不严，本该治罪，念在你立了大功，就不追究了。加封你为尚书右仆射，受宰相之职。臣只会打仗，不懂朝政，恐难堪宰相重任。朕相信你，你既能带兵打仗，也能处理朝政。大唐的太平，还需要你和朕一起守护。臣定不负陛下信任。哥，你看现在多好啊，再也不用打仗了，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了。是啊，这就是我们拼命打仗的意义。